您好，我是张天书，在读书频道为您朗读各种名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谢谢您的支持，我们将更努力为您朗读好书。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章节：中国第一夫人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小节：比作宋庆龄是否有点夸张？中国第一夫人的新头衔和身份在外交场合首度亮相即一炮打响。鉴于彭丽媛本人展现出的优雅和时尚，以及与以往中国第一夫人形成的反差，她不仅赢得中国人的喝彩，也让西方媒体眼前一亮。德国《世界报》Die Welt 认为，彭丽媛的风采与法国前总统萨科齐的超级名模与歌手妻子布鲁妮 Carla Bruni 相当。德国《明镜》Der Spiegel 周刊则认为，她的风头甚至可以压过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则称，彭丽媛将成为至今为止第一位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新中国第一夫人。评论并指出，奥巴马善于安排其夫人在外交舞台帮他和美国增光，彭丽媛可能也将有助打造大陆的软实力，成为第一个扮演重要国际角色的中国第一夫人。纽约时报在报道时用了魅力迷人、时尚、glamorous 等字眼来形容彭丽媛，指其丽媛形象好，在大陆享有盛名，绝对有实力打破邓小平以来历任第一夫人一贯默默无闻的传统。报道还称，一些人认为彭丽媛很像戈尔巴乔夫的妻子赖莎，后者在苏联解体时帮助其夫树立了人性化的形象，而其他一些人认为她大体上很像米歇尔，现代、开朗、热爱时尚。美国《大西洋月刊》对彭丽媛的评价也充满赞赏，文章称彭丽媛具有第一夫人的全部特征，习惯公众的注目，有一种平易近人的美丽，拥有盛名。今日美国报网站的报道对彭丽媛也大加赞赏，同时也强调彭丽媛打破了以往中国第一夫人深居简出的传统。美国好莱坞记者报的报道则称赞彭丽媛提升了中国时装品牌的地位，同时也不忘强调，这无疑是经官方首肯的提升软实力的一招。美国外交政策3月26日一篇题为《中国的米歇尔·奥巴马 China's Michelle Obama》的文章对彭丽媛不吝赞美之词。文章称，彭丽媛囊括了第一夫人的一切资质，毫无疑问的会让中国进入第一夫人时刻。每日野兽报 dailybeast.com 更是发表了题为《中国光彩夺目的第一夫人，以歌声拯救中国共产党 China's glamorous First Lady Peng Liyuan Saving the Communist Party with Song》的评论。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认为，彭丽媛获得的赞誉让人联想起2008年米歇尔曾经引发的热议。许多政治分析人士和外交人士因此进一步预计，彭丽媛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夫人，将通过扮演与美国第一夫人相似的角色，提升和软化她丈夫的形象。报道援引许多分析人士和外交人士说，彭丽媛以自信的形象出现在丈夫身边是一个最新的信号，意味着习近平正努力建立起一种与前任胡锦涛不同的自信和个性化的领导风格。美联社报道称，富有魅力的新科第一夫人彭丽媛成为中国最新升起的外交明星，一位在国际上受到欢迎的第一夫人可能有助于软化中国有时显得粗糙的国际形象，并使中国在赢得全球公众舆论的支持方面获得成功。报道还说，在中国老百姓感到与领导阶层日益疏离，并对后者的腐败和奢侈感到厌恶之际，彭丽媛有可能提振中国新领导层在国内的民意支持度。报道援引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所长曾瑞生的话说，彭丽媛的高调亮相似乎是习近平个人信心的进一步扩展，习近平正力争让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自信的角色。曾瑞生说，彭丽媛正映射出习近平身上的某种姿态和信心。CNN 的报道称，彭丽媛在公关方面不需要太多协助，她是大陆家喻户晓的女高音，以高亢嘹亮的嗓音和爱国歌曲闻名。彭丽媛当第一夫人会像当女高音一样好。报道还引述一名大陆官员说，我们一直期待有个优雅的第一夫人能登上国际舞台，现在我们有了。英国
金融时报甚至举一反三，发表了一篇社评，让政要们吵起来，指出在动物世界，外表花哨的往往是雄性，但在男人主导的全球政坛，第一夫人们却不得不代替他们衣着毫无亮点的丈夫，吸引浮躁公众的注意力。其实，男人们比当今的第一夫人更需要一些时髦。社评写道，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迷人夫人彭丽媛在首次外事访问中大获成功，与很多时髦的第一夫人，尤其是米歇尔、奥巴马和卡拉、布吕尼、萨科齐一样，作为中国著名歌唱家的彭丽媛也是一名职业女性，而且她也选择身着清一色的本土设计师品牌展开这场外交 T 台秀，这对中国时装的宣传效果要强于一切时装表演。但有什么理由只拿这些时尚高标准去要求世界政要的夫人们呢？社评话头一转，抨击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的著装只能用平庸来形容，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缺乏法国人本该与生俱来的雅致，而俄国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著装品味像是兰博中掺点人猿泰山的味道，但他只会在私人别墅里这样穿。一到全球峰会，他便完美的融入到沉闷深色西服的海洋中。社评大声疾呼，如果说第一夫人的时尚是通过形象来传播软实力的话，那么男性也应当加入进来，塑造鲜明的形象。当然，面对紧缩带来的艰难困苦，政要们必须留意成本。美国外交政策，中国的米歇尔·奥巴马 China's Michelle Obama 一文的作者，除了对彭丽媛的衣着、仪态举止和精神风貌也称赞有加，并将她与民国的第一夫人宋氏姐妹相提并论。作者认为，和中国以往第一夫人不同，从照相时与自己丈夫的距离来看，从经过深思熟虑的着装来看，彭丽媛很自信，也懂得与媒体打交道。与此前的第一夫人相比，彭丽媛可能与孙夫人和蒋夫人更为相似。这很可能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真正能通过第一夫人打造软实力的第一届中国政府。的确，在中国近现代史，第一夫人和国母这个词更多指的是孙中山的妻子宋庆龄和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依照张荣和哈利戴在《孙中山夫人》一书中的说法，宋庆龄是世界上第一个履行第一夫人职责的政治领袖的妻子。她不仅早于伊利诺·罗斯福，而且在政治上的影响也远远超过后者。她不只是孙中山的配偶，而且是孙中山在政治上完全称职的同事。即使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她在不少中国人民心中依然保留着第一夫人的形象和位置。宋美龄也是有用流利的英文，在美国国会的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的殊荣，并以中国第一夫人之姿态登上过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但也有人不认可这种对比。谢彬在《彭丽媛与蜜雪儿·宋美龄之比较》一文中指出，宋美龄和彭丽媛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美，再就是两人都具有艺术天赋，至于其他方面就没有太多的可比性。宋美龄出生于国丈之家，她是国母宋庆龄的大妹子。这个上海姑娘年轻时就赴美读书，深造10年，在美国一所私校卫斯理女子学院拿到学位，随后海归，并卷入了辛亥革命，结识了蒋介石，并与其共结连理。宋美龄一生中有不少争议，但她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是举世公认的。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她临危不惧，亲赴西安，说服夫婿接受各方的条件，最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蒋介石领导全国各界团结一致抗日救国。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他驱车前往前线慰问将士，曾受伤。宋美龄也是中国空军之母，国军的空军就是他负责组建的。抗战爆发以后，他利用在美国的各种影响，极力劝说陈纳德和一批志愿人员来华参加抗战，组建了大名鼎鼎的飞虎队。1943年，宋美龄以第一夫人的身份访美，她以流利的英文、优美的仪态与高雅的风度，在美国国会以及美国各处发表演讲，打动了无数美国人，为争取抗日战争的军事援助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以说，宋美龄
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位第一夫人。言下之意，彭丽媛和宋美龄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当好第一夫人任重道远，更有谨慎保留的声音。北京中央党校的女权主义学者李慧英则如此评价彭丽媛此次陪同外访，这不算进步。不过她也同意，这是一种改变。她不能继续唱歌了，这真遗憾。李慧英继续说，她不能再去表现自己。基本上，她在过去几年里都没能展现风采，她必须压抑自己的才华。我认为这真的很可惜。一个人不应该为了丈夫而牺牲自己。同时，港媒《南华早报》报道也指出，虽然彭丽媛成为话题，但其能否成为中国的外交明星，提高中国软实力，目前下定论仍为时尚早。有政治观察人士认为，彭丽媛作为民歌歌唱家享负盛名，但要胜任第一夫人这个新角色，目前仍在摸索阶段。北京历史学家张立凡表示，自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一直未有建立第一夫人文化，甚至连这个概念都没有。他说，由于没有任何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彭丽媛需要自行开拓新路向，在展现个性的同时，也要恰如其分地当一位中共文化下的第一夫人。张立凡说，彭丽媛无法从王光美或江青身上借鉴，因为共产主义文化并不鼓励官员展现个性。习近平和彭丽媛此次俄罗斯之行表现出的紧张和保守作风也源自于此。他还说，习近平夫妻首次联袂公开亮相缺少互动，对此他感到失望。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治研究所负责人曾瑞生 Steve Sung 认为，彭丽媛能够表现中国领导层柔软的一面，这是一个好兆头。但曾瑞生相信，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彭丽媛和军方的密切关系将成为问题。他向德国之声表示，彭丽媛在军中的高职以及丈夫是中国军队最高指挥官的事实，难免让其形象受损。也有观察人士对将第一夫人的魅力和国家软实力结合在一起的说法提出批评。有学者认为，国家软实力主要体现在文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上，彭丽媛唱出的革命歌曲体现的不过是强行洗脑力。舆论普遍认为，彭丽媛将比其前任扮演更加突出的角色。但现在的问题就是，这将是一种怎样的角色？香港浸会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系主任高静文 Jean-Pierre Cabestan 向德国之声表示，中共领导层最终会集体做出这一决定。这位法国汉学家不认为彭丽媛自己在塑造形象方面有多少自由的空间。高静文相信，彭丽媛的每一次亮相都会在内部仔细排练，中国政府在这方面会精心安排，保证不出差错。关于彭丽媛的炒作也再一次让中国的审查部门运转起来。连清川在《第一夫人政治学》一文中指出，就现代社会的政治学常识而言，第一夫人既是元首家庭和谐幸福、符合主流价值观的象征，他们又能够参与包括慈善、教育和女性平等等方面的工作。如果第一夫人是一个职业女性，那么更能够为元首加分。近些年来，美国几任第一夫人，克林顿的夫人希拉里、小布什的夫人劳拉和奥巴马的夫人米歇尔，都为他们的当选立下奇功。而在外交场合中，第一夫人随访，如果表现优异的话，既能够表明元首家庭和谐，又能够呈现出元首夫人关心慈善、教育等世界性话题，传递国家的正能量和价值观，可为国家和元首大大加分。因此，第一夫人在现代社会与外交关系之中，乃是一个正式的建制，而非随意与临时的安排。并非说单身国家元首不存在，而只是指在一般的情况下，第一夫人的存在与表现是一国政治正常、开明乃至优异的一种呈现。文章说，彭丽媛作为一个军旅歌手，长期以来为中国人所熟悉与喜爱，甚至多数时间里其名气大大高于她的丈夫习近平。此次随访俄罗斯，彭丽媛的着装、表现与风度引发了国际社会和中国普通民众的大量关注，的确可以说是中国第一夫人政治大放异彩的一次表演，也乃是中国政治正面形象的一次展示。
但关键的问题在于，第一夫人的政治学含义并不完全在国际场合，恐怕也在国内场合。连清川认为，中国的夫人政治长期徘徊在宫斗戏的阴影之中，而夫人在许多贪渎案件中有着不可抹杀的重要作用，这都是中国夫人政治的常态。要摆脱人们于此的固化想象，使夫人政治合于现代社会的框架之中，恐怕最重要的还是将制度化的社会管理模式，将个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进行制度化的调整。那么无论夫人仅仅作为一个象征的存在，还是个体的政治发展，都属于正常的范围，从而摒弃想象和推理的存在。此次的第一夫人旋风给中国人耳目一新的印象，而如何长期的持续，并且将这股旋风扩大到国内来，恐怕所需要的就不仅仅是彭丽媛的个人魅力了。另外，江青给中国政坛最惨痛的教训，就是政治与家庭不该混为一谈，至少台面上不能乱来。自江青以后，中国领导人的另一半始终被当成多余的角色，邓小平、江泽民如此，胡锦涛的妻子也从未公开发言。另一半不甘低调行事的官员，下场多半值得同情。贾庆林的妻子林佑芳惹出的风波，温家宝的妻子张贝丽引发的批评，可以说从未间断。而古开来与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扯不清的金钱与性丑闻，更加深中国公众对政治人物另一半的警戒。恰恰就在彭丽媛名高震主之际，有消息人士透露，面对媒体过度突出的报道，当局相关部门呼吁媒体对彭丽媛以平常心看待，报道方面应低调适度。官方更希望内地媒体与民众首先关注习近平此访的意义及成果，不要视线跑偏。另外，过度炒作也易导致逆反心理，或会给中国第一家庭带来压力。另外，若允许媒体持续挖掘官员身家，难保不会出现《纽约时报》挖出温家宝家族财富等解释不清楚的负面新闻。据《明报》报道，消息人士表示，媒体如此高调报道也未必符合彭丽媛本人之意。自习近平中共17大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以来，彭丽媛便逐渐淡出歌坛，走入幕后。2013年全国两会上，彭丽媛也未有再连任全国政协委员，可见调低是其心意。但有观察人士表示，彭丽媛在中国一直是公众人物，有良好的民众基础，此番再被媒体关注，也在情理之中。说来，彭丽媛并非是第一位能歌善舞的中共第一夫人，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也有相当的艺术素养和表演才华。她曾经当过电影演员，在指导推出样板戏期间表现出的艺术造诣都是不容抹杀的，只是因为政治原因而遭到了尘封、冷处理乃至丑化而已。毛泽东第三任妻子江青也出身演艺圈，6·4献唱照片等狙击未果。此次陪同习近平外访，彭丽媛早已深入人心的正面形象又再上一个大台阶，而习近平也为此沾光不少。两人外访期间出现酒会活动时，偶遇碰杯致意的亲密小动作，更被网友指相当有爱，很萌很温馨。抵南非德班时牵手下飞机的亲密，更是引发网友热议，以至于西方媒体挖出的彭丽媛6·4时在天安门广场为戒严部队演出的旧照片，都没有起到预期的狙击作用。美联社说，照片里的彭丽媛在广场上身穿军装，扎住马尾，给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军人演唱的形象，和他这次穿戴时尚随同习近平在俄罗斯、非洲展示出来的亮丽风采截然不同。不过这张照片被转到国内后，很快被删除。此照片的解说词是青年歌唱家彭丽媛在天安门广场为戒严部队演唱。照片的署名是 Oksun， 中国媒体网站军事记者评论员孙李的新浪微博网址就含有这个汉语拼音名字。孙李对美联社说，几年前他用手机拍下了1989年的《解放军画报》封底上的这幅照片，漫不经心地放在微博上，然后很快就删除了。他不知道为什么几年后这张照片重现于网上。名为 HK Fighter 的微博博主转发这幅图片时写道，中共6·4屠杀后，彭丽媛去唱歌慰问戒严部队，开放杂志发表过这张照片。
中共建党82年，他为向党献礼片《江山》唱的主题曲声言打江山、坐江山，唱出中共元老们的心声。有读者评论说立过功啊，但也有人留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人家也只是奉命行事。美联社报道称，许多中国青年不知道6·4镇压的历史，那些知道的人倾向于理解彭丽媛作为军队歌舞团成员所承担的职责。儿子死于6·4的中国音乐学院退休教师王范的说，他是体制内的人，如果军队要他演唱，他不得不去。重要的是未来发生什么。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者郑宇硕表示，这张照片的负面影响大概在国际上会比在中国国内大，这种形象可能引起人们对习近平是否想要改革的疑问。新浪微博严禁搜索有关信息，并且关闭了 HK Fighter 的账号。另外，2007年，彭丽媛曾经搭配穿着藏族服装的舞蹈团演唱赞扬1959年解放军入藏，这引起了藏人权利组织的批评。实际上，这张照片在国外也没有得到太多追捧。实际上，一些西方媒体其他的故意挑刺也未获太多认可。比如说，美国外交政策3月26日题为《中国的米歇尔·奥巴马 China's Michelle Obama》的文章，在对彭丽媛不吝赞美之词后，话锋一转称，有一样东西是彭丽媛指望不了的，那就是自己丈夫公开的致谢。中国的政治领袖很少像西方领袖一样公开向自己的配偶和家人表示感谢。在北京的政治词汇里，党就是母亲，党就是爱人，党就是无穷的力量。显然，作者典型在拿西方政治家的标准来审视中国领导，却忽视了中西政治文化中的差异。作者看惯了奥巴马在讲台上充满深情的感谢米歇尔、感谢两女儿的画面，却没有领会中国人内敛和含蓄的为人之道。彭妈到底有没有爽约？此次外访，每到一国，彭丽媛在陪同习近平之余，把儿童、妇女、消除贫困问题当成关注的焦点。3月23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同在校师生见面并发表演讲，彭丽媛陪同参加。学院校长向全体学生介绍彭丽媛老师，并且祝愿习近平伉俪家庭幸福。这时彭丽媛起身致意，全场听众随即起立掌声。习近平发表演讲时，彭丽媛坐在台下全程聆听，与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等中方访问团人员为邻。现场还有80名从莫斯科各个高校选出来的80名中国留学生代表。中国学生代表出席演讲会的中国留俄学生总会主席尹斌说，会场可容纳600人，但一早已座无虚席，连通道都坐满人。他认为习近平演讲内容非常直接、通俗易懂，说了很多大白话、大实话，不像一些领导有时候侃侃而谈，讲大空话。回答问题时也很机智幽默。访俄期间，彭丽媛23日参观了莫斯科利库第15寄宿学校，此校专门接受孤儿和失去父母监护的儿童。彭丽媛对孩子说，我代表中国千千万万个母亲来看望你们，少年儿童是人类的未来，祝你们健康成长，快乐生活，长大后做对社会有用的人。有专家认为，当彭丽媛以母亲的口吻说代表中国母亲看望孩子们时，让人感到非常亲切，展现了一种慈爱、母性的力量。当晚，他在俄罗斯久负盛名的军队歌舞团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参观时表示，音乐没有国界，欢迎你们再到中国演出，为增进两国文化交流和人民友谊做出更大贡献，表达了他本人重视艺术，通过艺术传递两国友谊的情怀。德军的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历史悠久，相当于国内彭丽媛任职过的总政歌舞团。按照之前传出的计划，彭丽媛除参观歌舞团的博物馆、观看了表演外，还会与合唱团、乐团将先后用中文与俄文合唱俄罗斯歌曲《红梅花开》。《红梅花开》是上世纪50年代左右前苏联电影《幸福生活》的插曲，歌词内容主要表达少女对心上人的思念之情。这首歌在中国曾一度十分流行，但在文革期间与一批苏联爱情歌曲一道
被归为苏联修正主义的黄色歌曲，成为禁歌。彭丽媛过往曾多次演唱过这首歌，包括在2005年初夏随解放军艺术团出访俄罗斯时，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厅献唱。24日，中国互联网上到处都是网民在问彭丽媛唱了没有，但中央电视台以及其他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均未提到相关消息，网民失望，有人留言称彭妈爽约了。不过，香港《星岛日报》报道称，彭丽媛的歌声倾倒全场来宾，彭歌妙韵让莫斯科醉了。实际上，彭丽媛多次出访俄罗斯表演。2005年初夏，解放军艺术团出访俄罗斯期间，彭丽媛曾以俄文演唱了俄罗斯人民喜爱的传统歌曲，当时广受欢迎。2007年11月，彭丽媛参加莫斯科俄罗斯中国年闭幕式表演。2010年，彭丽媛率领总政治部歌舞团到克里姆林宫芭蕾舞剧院登台演出民族歌剧《木兰诗篇》。相较于访视病童、孤儿院等传统第一夫人行程，彭丽媛完全有能力主导一场场的文化外交。彭丽媛的歌唱功力也无人怀疑，她是中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当代民族声乐代表人以及第一位民族声乐硕士。她在1983年到2010年期间表演《在希望的田野上》、沂蒙山小调、在中国大地上说聊斋、朋友、父老乡亲、报答、掌声与喝彩、白发青娘等代表作在中国家喻户晓。多年来，彭丽媛一直在中国各地为军人和民众演出，亦曾经多次代表中国出访世界各地，获奖项无数。截至目前，参加过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演出超过15次的演艺明星，全中国只有10位。而彭丽媛整整登台表演了28次，远领先其他相声等高人气的表演艺术家。官方媒体也称她是见证春晚历史的人。她的名声与影响力就像是芭芭拉·史翠珊 Barbara Streisand 对美国人那样特别，也跟邓丽君之于全球华人有些类似。2004年，彭丽媛在根据中国民间传说创作的歌剧《木兰诗篇》中饰演女主角花木兰，讲述一名年轻女性改扮男装顶替生病的父亲从军的故事。木兰诗篇令人信服地表现出了和平的美好、战士的艰辛以及胜利的荣耀，节目扣人心弦，蔚为壮观。木兰诗篇曲作者关霞称，该剧融合了音乐剧、话剧和舞剧，并带有西方歌剧的元素。上海音乐学院的副教授田一苗说，他技术根底很深，技巧非常好，在民歌手里头无人能出其右。2005年9月，应联合国成立60周年组委会邀请，彭丽媛又在美国纽约林肯艺术中心首次演出中国歌剧《木兰诗篇》，获得林肯艺术中心艺术委员会颁发杰出艺术家奖。2008年又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表演。彭丽媛作为中国民歌歌唱家，早已闻名中外。自从2007年习近平进入中共政治局常委后，彭丽媛便不再参加任何商业演出活动。彭丽媛在2007年获中共卫生部聘为中国结核病防治形象大使。2012年6月3日，世界卫生组织 WHO 任命彭丽媛为对抗结核病和艾滋病亲善大使。2009年，中国控制吸烟协会聘任彭丽媛为控烟形象大使。彭丽媛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公益事业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胡德 Johanna Hood 指出，这些任命必须获得党组织的同意，所以很难说他在抗艾滋病方面的举动是否是自发所为。而且，就这一话题的敏感度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有意思的是，外界注意到，在欢迎习近平和彭丽媛的仪式上，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夫人普京娜没有露面。在彭丽媛单独活动看望俄罗斯孤儿的时候，普京的夫人也没有陪同，只是在彭丽媛参观克里姆林宫时陪同，不过也没有发布官方照片。这引发不少关于俄罗斯第一家庭不和谐的猜测。在坦桑尼亚，彭丽媛参观了妇女与发展基金会，同在场的妇女和儿童亲切交谈，向基金会赠送了非常实用的缝纫机和书包等物品。在南非德班音乐学校，他坐在台下，认真地倾听孩子们稚嫩的歌唱，而且非常投入地边听边青打拍子。
央视电视画面显示，在向孩子赠送礼物时，面对一位羞涩又紧张的南非男孩，彭丽媛亲切地拉起男孩的右手，把礼物轻轻放到他的手上。在刚果布拉柴维尔的贝达尼遗弃儿童收养中心，他深情抱起一位黑人儿童，并向中心赠送了电脑、玩具和文具等孩子们喜欢的物品。香港文汇报的报道称，彭丽媛通过马不停蹄的公益活动，对当地民众、弱势社群的亲切问候，展现友善、包容、富爱心的中国女性内涵及开放的中国形象。外界评价彭丽媛人美心善，富人外交打动人心。青年歌唱家彭丽媛在天安门广场为戒严部队演唱。彭丽媛在刚果共和国总统夫人陪同下，访问贝达尼遗弃儿童收养中心，图为他怀抱儿童，与中心创建者亲切交谈。彭丽媛 style 大行其道。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说，彭丽媛在莫斯科的电视画面迅速在中国引发了类似凯特·米德尔顿、英国威廉王妃效应的现象。她所穿大衣的复制品立即出现在购物网站淘宝上，售价为人民币499元。而淘宝卖家的广告词更是一绝：国母大衣上市，掌柜提醒，您给差评就是嫌模特。彭丽媛穿得不好看，评价之前请三思。穿上它，长安街上可以逆行；穿上它，银行取钱不用排队；穿上它，摆摊城管不敢赶你走。女人这一辈子就得有一件女神风衣。一时间，彭丽媛转身一变，已成一位热衷中国品牌的时尚偶像。习太太粉丝团瞬间冒起，研究第一夫人的服装，她的深蓝色双排扣长及小腿大衣，她的芥末黄色围巾，她的黑红色长款手拿包。尤其在微博等新兴网络的推波助澜之下，一场外交访问变成了时装周秀台直播，彭丽媛成了中国最新的时尚偶像。除了习太太粉丝团之外，丽媛粉丝团、学园派第一夫人、学习乐园、中国后援会纷纷涌现。这些名字无疑会使人联想到之前微博走红的学习粉丝团。与学习粉丝团一样，这些粉丝团的主要微博内容以彭丽媛的日常行程为主，来源多是互联网上的新闻和图片，亦有彭丽媛以前的影像资料和文字报道。粉丝团的出现，某种程度上反过来又推动了民间关注和热议政治的高潮。拥有数千位粉丝的丽媛粉丝团每天都会及时更新彭丽媛出访活动，语言朴实清新。比如，南非下起了大雨，习主席和夫人走下舷梯的时候，雨小些了，他们没打伞。目测第一夫人穿着白色套裙，带着深蓝色长丝巾，气质依旧。而学园派第一夫人的微博内容以发布图片为主，配以轻松的说明文字，使看似严肃正式的外事活动变得更加生动。在一张彭丽媛红衣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开幕的照片上，博主配上了中华儿女多旗帜，既爱红装又武装的文字，既描述了当天彭丽媛的形象，又暗示了她的军人身份。她外访时穿着的例外 Exception 品牌瞬间走红大陆，该公司网站一度因访问量过大而瘫痪。3月27日，因彭丽媛出访着装而被举国关注的品牌例外 Exception 终于打破沉默，在其官方微博及官方网站分别以简体中文及繁体中文对外发布公告。公告称，这次彭教授部分出访服装为中国著名设计师马可专门设计定制，由民族品牌无用及例外团队配合制作，从布料到缝制、染色均贯彻环保理念，并且为纯手工制作，为专项定制单品，不在任何公开场合售卖。值得一提的是，例外在公告中称呼彭丽媛为教授，并表示他一直喜爱例外品牌，是例外的老客户。这是因为例外风格是低调的时尚和个性的张扬，所以受到喜爱艺术性及个性设计的成功独立女性追捧和认可。据公告介绍，无用是本土设计师马克于2006年创建的公益性独立设计师品牌，创立以来在国内外获得了众多赞誉。据了解，国内知名电影导演贾樟柯曾拍摄过一部名为《无用》的获奖纪录片，该片以国内独立品牌例外服装设计师马克所创立的无用品牌为拍摄内容。这次出访活动
对于中国本土时尚品牌来说是一个利好。这一点已经得到了业内人士的认同。知名时尚杂志《Vogue 服饰与美容》主编张宇说，这意味着在和国际时尚品牌的市场争夺战中，中国本土时尚品牌正在迎来一个新的契机。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志波在其微博上写道，领导带头用国货，从实的方面对民族产业是一个有力的支持，从虚的方面则有助于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提升。希望其他领导及其夫人也都能这样做，继而把全国人民带动起来。同时，国货要争气，不断提高品质，以对得起国人的厚爱。值得一提的是，彭丽媛的款造型搭配是自主研发的。中国外交部前礼宾司代司长鲁培新称，中国国家领导人出访的衣服全部都是自己挑选和搭配的，外交部礼宾司没有专门为夫人准备的形象设计师。彭丽媛这次亮相大方优雅，服装漂亮精致，既符合国际礼仪标准，又相当有品味。鲁培新赞扬称，这一切功劳都要归功于彭丽媛本人，礼宾司是不敢居功的。鲁培新解释说，主席夫人即便来咨询礼宾司，大家顶多也就是给一些基本的建议，比如说最好穿深色，正式场合要穿西装，晚宴等轻松场合则可以着旗袍或唐装等。其实不仅身着一袭本土品牌而备受瞩目，彭丽媛出访携带的礼品也是精挑的中国制造，礼单一经曝光，更是引得网友们一探究竟。由外交部礼宾司采购的彭丽媛礼单曝光，包括上海护肤品牌百雀羚、江南水乡的软式珍珠、浙江台州的飞跃牌缝纫机和产自四川的蜀绣。有网民称，彭生先示范用国货支持疲弱的民族工业和本土品牌。依据惯例，外交部礼宾司负责国家元首出访礼品的选送及管理，在拟定清单、上报审定后，交由商务部负责采购，而商务部会在内地知名厂商中发布招标讯息，并对投标企业和产品进行严格的审核与筛选，选择优秀品牌作为国礼。彭丽媛在坦桑尼亚访问期间，参观了该国妇女与发展基金会，并赠送一批礼品，一件标有 Ruins 字样的珍珠礼盒最为瞩目，它原来是国产品牌软式珍珠。软式珍珠来自中国珍珠产地最大的浙江，早在2011年便被国家礼宾局选为中共中央高级代表团赠送重要外宾礼品，也是唯一获此殊荣的珍珠珠宝品牌。该公司人士证实，彭出访所佩戴的耳钉配饰及赠送给坦桑尼亚的珍珠首饰，除一套黑珍珠不能确认外，其余均为该公司提供。他说，今次入选赠品的软式珍珠共有5套，赠送坦桑尼亚的为其中之一。在彭丽媛参观了坦桑尼亚妇女与发展基金会当天，同样送出的礼物还有来自中国的护肤品牌百雀羚、20台飞跃牌多功能家用缝纫机和大熊猫图案的蜀绣制品。百雀羚品牌为此次出访定制了护肤礼盒，并且配以中国元素的包装。百雀羚为上海品牌，创立于1931年，曾经的阮玲玉、周璇、蝴蝶、宋氏三姐妹及英、德、法等驻华使节夫人都是她的推崇者。有分析认为，眼下国货护肤品牌疲弱不振，少人问津，百雀羚成为送礼首选，有力恢复国人对国货的信心。更有网民说，如果彭丽媛的皮肤保养全靠百雀羚，我明天就换品牌。蜀绣又称川绣，是以四川成都为中心的刺绣品的总称，产于四川成都、绵阳等地。蜀绣与苏绣、湘绣、越绣齐名，为中国4大名绣之一。彭丽媛礼品中的这款蜀绣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成都晚报记者经过多方打探获悉，此次作为国礼赠送非洲友人的蜀绣出自成都，而成都知名国画家王申勇也证实，这件熊猫蜀绣作品源自他的工笔画作品《骄子》，这是我学生时代的作品，画的是2只小熊猫。这幅工笔画上，除了2只一坐一卧的熊猫外，还有一棵正在绽放白莓的莓树。蜀绣作品因为工期、工艺等因素很难批量生产，这也是蜀绣珍贵之处。
据了解，由高级别老师绣出的作品，再配以底座，每幅的价格根据木质不同、丝线等成本不同，从2、3千元至5、6千元不等。当然，网上仅花300-500元也能买到外形类似的工艺品。王申勇向记者介绍，这幅原名《骄子》，创作于1999年。这原本只是我学生时代的一件习作，但是后来被送到了国外参展，拿回国后就被一位藏家收藏了。这幅画原本尺幅大概是67厘米乘以67厘米。这幅作品目前的去向，王申勇表示自己也不清楚。这件作品好像在2003年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新工笔动物画》中出现过。正是因为这次重要的出版，这幅图与蜀绣结缘。王申勇说，自己的很多动物画作，包括其非常喜爱画的熊猫，都被广泛用于蜀绣、金银制品等工艺礼品、纪念品上。得知根据自己作品创作的蜀绣有幸被作为国礼赠与外宾，王申勇非常高兴。熊猫不仅是四川成都的代表，也是中国的国宝，它们能作为中外友谊的桥梁，是件非常有意义的好事。另外一个抓住网友视线的细节是彭丽媛的贴身女保镖。3月25日，习近平、彭丽媛在坦桑尼亚前往原坦中国专家公墓献花圈时，从媒体发布的图片中，彭丽媛身后出现一位神秘人物，她拎一个黑色女士皮包，眼神犀利。上图，网民议论纷纷，一致公认其眼神凶狠，非常犀利，功夫了得，认定她是彭丽媛的贴身女保镖。秦皇岛电视台今日报道官方微博称，传说中的女保镖。而凤凰网官方微博也称，后面这位 眼神真犀利。上海网民体验式培训师大辉也说，眼神犀利，手背青筋凸起，指关节突出，练家子，女保镖一个，鉴定完毕。彭丽媛外访参观时签名照片传到国内，更是引起网友议论。有好事者更是找出其1983年的励志书法照片贴到网上，称国母不仅在衣着打扮上独具慧眼，在书法上也是颇有造诣的，看他那2笔签名像不像练过的样子。官媒的刻意拔高起了反作用。有意思的是，对于彭丽媛 style 在坊间和互联网上引发的热浪，一些官方媒体的刻意拔高、无限上纲的做法，吹捧意味太浓，引得网友表示被恶心坏了。其中，环球时报评论员单仁平的对第一夫人的爱戴是社会和谐源泉一文就是代表作。文章写道，在这几天里，中国公众还没有听到彭丽媛说一句话，但民间第一夫人热已经迅速流行开来。可以想见，这只是一个别开生面的开始。中国社会里有着大量正面、积极的情绪，但他们缺少流淌出来的理由和汇集点。中国的高层政治一直显得神秘而严肃，而民间需要透明、生动和柔情，这些也构成了第一夫人热喷涌而出的文化大背景。第一夫人热既是文化，也是中国人真情实感的集体共鸣和流露，他们得以自然释放出来，显示了中国社会越来越开放，整个国家的轻松和自信不断导致新空间的开辟，带来新的厚积薄发。彭丽媛作为主席夫人的最初亮相，已经展露了对社会情绪特殊的拉动力，而人民对第一夫人的爱戴将是现代社会和谐的源泉之一。另外，新华社发表专文《新角色、新舞台》，彭丽媛将陪同习近平主席出访。文章反复称，彭丽媛将会带着新的角色，在新的舞台上展现中国第一夫人的魅力。一个多才多艺、人美心善的第一夫人，一定可以为人民爱戴，为国家加分。从此可以说，美国有米歇尔，而我们有彭丽媛。海外学者指出，新华社这篇文章的弱智之处在于，误将国家形象视为面子工程，以为目前这个政治上专制腐败、人权恶劣、污染遍地，且在国际社会处于孤立状态的中国政府，有了一位人美心善的第一夫人随夫出访，就可以一美遮百丑，让世界陶醉于第一夫人引起的观感盛宴当中，从而忘却中国那不堪的丑恶现实。再比如说，3月27日出版的《法制日报》第一夫人掀最炫民族风一文如此写道：
从电视镜头中看到穿在习主席和夫人身上的服饰，以及彭丽媛手中的提包，人们不仅没有觉得我们民族品牌相比世界名牌有丝毫逊色，反而觉得中国领导人和夫人穿着自己民族品牌服饰出访是如此得体和有品味，更激起了国人的民族品牌自豪感。在我们常人的想象中，国家领导人和夫人出国访问，无论是身上穿的还是手里拿的，一定都是世界上最好最贵的物品。而且在我们国人的传统中，凡是讲究利益是小，面子是大，普通老百姓走亲访友也一定会穿上最好的服饰，包装一新，出现在客人家里，甚至不惜打肿脸充胖子。我们的某些官员为贪慕虚荣，也是对国际大牌或奢侈品情有独钟，甚至用贪污受贿的不义之财来购买这些物品装扮自己，结果被网友抓个正着，弄得身败名裂，贪心落马，已属不耻。但其对国外品牌的盲目仰慕和对本土品牌的不自信甚至蔑视心态，更有损政府官员的形象。显而易见，习近平夫妇身着全部国产服饰，也是在用实际行动渐行节俭，更是兑现自己所说的那句打铁还需自身硬。这对各级干部乃至他们家庭成员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但作者忘记了彭丽媛还在不同场合用过多款 LV 等国际名牌提包和服饰。一直以来，彭丽媛在公众面前特别注意避开名人常会犯的错误，比如逃税。不知人间疾苦的精英主义作为常被网民批评，但还是有意外发生。比如说，有一年两会期间，彭丽媛手持 LV 名牌包的照片被放到互联网上，引发网民的议论纷纷。彭丽媛手里的这款包被网友指是 LV 的 Multiply Side 款，设计特点是现代、休闲和实用，很受白领女性的欢迎。价钱在 LV 包里算是中档，在国外售价约为$1330，考虑到大陆的奢侈品税，这款包在国内购买要几万元人民币。更有网友打趣说，不得不承认章子怡背 LV 包和彭丽媛背 LV 包的效果完全不一样。彭丽媛用这个包像拎住一个军挎，挺低调的，和身上穿的军大衣以及周围的人大代表非常协调。不知道第一夫人先最炫民族风的作者看到这些照片又会有怎样的感想？有网友就坦言，看住网上网下对彭丽媛的过分吹捧，实在让人感慨，只有给点机会，一些国人骨子里的奴性就会春心荡漾，什么国母啦，什么改变中国形象啦，什么给中国长脸啦，全部是一副兴高采烈的奴才们终于找到了机会舔主人屁眼的萎缩样。人彭丽媛唱歌唱的那么好，都那么多年了，你们怎么不去吹捧啊？不去说什么改变中国形象啊？怎么同样一个人，老公上台了，就一下子从炮弹变成原子弹了呢？看来吹捧的不是彭丽媛，而是那个职位。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有主席夫人这个职位，突然现在蜂拥而上干柴烈火起来了呢？很简单，彭丽媛作为歌手的成功和知名度，给吹捧者们唱颂歌的借口，而此前的主席夫人模大多数都低调而本分，让吹捧者们没有机会而已。很多年了，吹捧者们等待住一个推陈出新的舔主人屁眼的角度和姿势，终于成功歌唱家彭丽媛给他们提供了这个机会。这真的不是彭丽媛的错，这真的不是习近平的错，这也真的不是主席夫人这个头衔的错。还有一些网民批评彭丽媛被冠以国母之名荒谬，并对以此谈到中国的软实力感到不以为然。一般人见住上级的时候怎么样，光看今天满屏刷国母的就知道了，拍马屁发挥到极致。假装在纽约则表示喜欢彭丽媛气质不俗，形象靓丽，一扫这个国家政坛几十年的陈腐之风。但是我并不会就此大唱赞歌，甚至俯身膜拜，更不会给他冠上荒谬的国母之名，因为我对他和他身前的他有更高的期待。而他除了展示美好的仪态之外，也对我以及千千万万如我一样的人民承担住更大的责任。另据博讯报道称，有些媒体拉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夫人来突出彭丽媛的雍容大度、美丽端庄，少数媒体更是竭力贬低江泽民夫人，低劣到
对其相貌的攻击。虽然江泽民还没有发话，但一些元老已经表达了强烈不满。上届一位政治局委员指出，彭丽媛得体大方是因为她本来就是歌唱家，是一个善于在舞台上表演的演员。其他领导人的夫人除了江青之外都是普通人家，有必要借其夫人来贬低其他夫人吗？中国难道就靠这位唱歌出身的夫人来争国威与国格？报道称，更有江的人马指出，媒体在搞新的个人崇拜。习近平上台不到1个月，还没有什么功绩可言，用这方式树立权威，恐怕不能服众，也不能长久。即便暂时能够树立起来，也可能是空中楼阁，亦或昙花一现。博讯从北京宣传部内线获得一则消息称，香港媒体人过分吹捧彭丽媛背后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包括北京一些媒体被开绿灯大肆报道，背后的黑手其实正是讨厌习近平的人，他们就是要借此让对习与彭的宣传取得反效果，引起国人反感。这位宣传部官员对博讯说，中国人一向对夫人出镜保持高度警惕，邓小平、江泽民与胡锦涛的夫人虽然其貌不扬，然而他们默默无闻背后正好反映了中国夫人的贤惠与美德。如今彭丽媛第一次出访就高调亮相，且引起全部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被媒体捧上了天，实在是在捧杀。出身不好，文革时家庭遭难。2011年6月10日清晨，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张建奎从菏泽市往东北驱车60公里到运城，在运城县文化馆，工作人员专程请来了老书记魏忠平，让他给记者讲述彭丽媛的故事。因为这里的人们都知道，他和彭丽媛的父亲是单位里的老搭档，两家又是多年的邻居，互相非常了解。老魏书记虽已是80多岁高龄，但精神矍铄，记忆清晰。他告诉记者，彭丽媛的父亲叫彭龙坤，年龄和他相仿，已于2009年在北京去世了。彭丽媛的母亲现随子女住在北京，有时还回运城看看。据介绍，彭丽媛的老家在运城东南20多里的黄堆集乡彭庄村。他的父亲彭龙坤是村里少有的高中生，早年当过村夜校的校长，专门负责扫盲工作。他文革前调到县剧团工作，后来又调到文化馆工作。在这2个单位期间，彭龙坤和魏忠平有时是正副职的关系，有时一个是团长、馆长，一个当书记。彭魏两家的关系一直较为亲密，家庭状况也差不多。魏忠平说，他的爱人和彭丽媛的母亲一样，早年都是县剧团的主要演员，两家都有3个孩子。彭丽媛是老大，1962年出生。她有一个妹妹叫彭丽娟，一个弟弟叫彭磊。彭丽媛出生时正是中国大饥荒年代，运城一带是山东最穷的地方，饿殍遍地。彭龙坤夫妇和魏忠平夫妇月工资都是30-40元左右，日子虽然过得紧紧巴巴，但比别家的穷困程度稍好一点，不过政治上却地位更低。彭丽媛的母亲曾经是财主家的千金，她出嫁之后，彭丽媛的外婆因为在老家被当成地主婆，日子难熬，便随女儿到运城来住。应该说，彭丽媛出生在当地看来非常有文化的家庭，父亲是高中生，能创作，担任运城县文化馆的馆长，母亲是县剧团的当家花旦。但因娘家是地主，他们自知成分不好，夹紧尾巴做人，踮起脚尖走路。母亲25岁时生下长女彭丽媛，但刚出月子就去农村巡回演出。童年的彭丽媛由外婆照管，外婆当时已年过60旬，动过2次大手术，身体十分虚弱，但是还得帮着照顾孩子。习近平刚刚进入政治局常委之后，《新快报》2007年12月20日刊载署名汤国基的一篇文章，介绍彭丽媛说，那时的中国家家都生活在贫困线上，离开了母亲怀抱的小丽媛只能将玉米糊糊当奶喝，渴望奶水的小丽媛每一看到走过来的阿姨就扒人家的胸要吃奶。看着小丽媛每天哭着要吃奶，万般无奈的姥姥只好解开衣襟，把干瘪的奶头塞进她的嘴里。天长日久，姥姥那干瘪的奶头硬是被小丽媛咂出了清水。彭丽媛的童年很多时光
是在县剧团的牛车上度过的。妈妈随团到乡下去演出，彭丽媛也跟着坐剧团的牛车四处漂泊，经常饥一顿饱一顿。本来就成分不好，到了文革更是雪上加霜，大难临头。魏忠平告诉记者，在文革期间，他和彭龙坤都属于当权派，也没少挨批斗。不同的是，由于彭丽媛的舅舅等在台湾，属于有海外关系，再加上家庭出身不好，所以彭龙坤夫妇连同孩子比魏家多受了很多苦。外婆这个地主婆被贫下中农重新揪出来扫大街，父亲则被打成反党分子，开除党籍，沦为黑五类，关进牛棚，强迫劳动，天天打扫厕所。本为剧团台柱子的妈妈也因成了牛鬼蛇神，29岁就被赶下了舞台。她过一段时间去探望丈夫，送几斤粮票，1、2元钱，几件换洗衣服，只能隔着厕所的墙递过去。彭丽媛背着小妹妹在槐树下望风，有人来了，她就学鸟叫，发出嘎嘎嘎的信号。匆忙中，爸妈顾不得说几句话，赶紧告别。1971年，彭丽媛9岁那年，全家被迫回到父亲的老家郓城县张营乡后彭村。彭丽媛帮着照管弟弟妹妹，在泥土中打滚。70年代中期，彭家才算缓过一口气来，父亲被落实政策恢复工作，全家搬回县城。彭丽媛也小学毕业，进入郓城一中，但是家庭问题仍然是阴云罩顶，家中气氛十分压抑。郓城一中的老师回忆当年，都说彭丽媛在学校也沉默寡言，内向孤僻。她的学习成绩也一塌糊涂，数理化等成绩都全班掉尾，唯一拔尖的就是音乐课。上世纪80年代初，彭龙坤又被派往郓城驻福州办事处任主任。后来回到郓城，他被聘为县政府顾问。彭丽媛家的日子也随之慢慢好起来。彭家的海外关系其实就是彭丽媛在台湾的大舅李新凯。他是位退休老师，年已过80，国共内战期间跟随山东联合中学学生流亡到南方，再转澎湖到台湾，来台后才入伍，陆军士官退伍后转任小学教师，曾在嘉义县梅山乡、竹崎乡的山区小学任教。20多年前在嘉义市金钟国小退休，目前还住在金钟国小附近。其在台原配世事多年，11年前再娶大陆湖南长沙籍女子为妻，他已取得台湾身份证。李老先生的妹妹是彭丽媛的母亲，彭丽媛于1997年以文艺专业人士赴台交流，入住在台北市远东饭店。当时他不便脱团行动，因此无法去南部的嘉义，便邀请舅舅带着表妹赴北上相会。之后双方互有往来，李老师2007年也曾到大陆探亲，当时习主席已担任上海市委书记。之后李家人只要到大陆都会与习主席见面，也受到颇高规格的接待。李新凯老师多年前中风，原本生活就很低调，在习主席就任之后，李家人生活更加谨慎，不太跟外界谈这门亲戚。台湾方面也很低调，不打扰他们。李老先生因曾经中风过，每天早上6点、下午5点会定时出现在金钟国小，绕着操场走进行复健。2009年彭丽媛的长辈之一过世，李老先生回山东奔丧，是最近一次跟彭丽媛见面。当时习主席在追思会上以女婿的身份出现。中共不少政要在台湾有亲戚。2010年，浙江省长吕祖善到台湾祭拜了舅舅，探望了舅妈，和表妹于慧娴团聚。政协主席俞正声的堂叔公俞大维也早就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1993年过世。目前其堂叔俞阳河、堂弟俞祖生则都在美国。俞正声的姑婆俞大杰高龄99岁，现居台湾。她当选过天津小姐，是俞大维的堂妹。拜师学艺，继承父业。彭丽媛从小就常跟着父母看文艺演出。童年的彭丽媛第一次见到照相机时，央求爸爸给自己拍一张，爸爸以这是公家的为由拒绝了女儿的要求。还是负责拍照的叔叔偷偷的给小丽媛拍摄了儿时唯一的照片。彭丽媛爱唱歌，不爱做习题。数学老师气得总说：“
把你唱歌的劲头用在数学上，该有多好！数学老师的遗憾却成了音乐老师永远的骄傲。到了上中学的年龄，彭龙坤想着给从小爱唱爱跳女儿找个专业的老师教一教，就找到了彭丽媛的启蒙音乐老师，名高成本，学生按谐音叫他高成本。他成分也不好，同声相应，慧眼识珠，对彭丽媛十分用心培养，可以算把他领到音乐圣殿门口的引路人。彭丽媛在公开场合没有提到他，但是据说每次回老家会去看望他。2011年6月11日上午，环球人物记者来到运城一中，专访了彭丽媛的启蒙老师高成本。高老师是上世纪60、70年代运城一中唯一一位声乐老师，吹拉弹唱样样精通。老人时年77岁，如今已是桃李满天下。在高老师家的客厅正墙上挂着一面牌匾，上写“恩重情深”几个大字。这是共和国成立50周年暨高老师从事声乐教学40周年时，学生们送给他的一份礼物。学生署名正中间一位就是彭丽媛，高老师的老班院老师，当年曾是彭丽媛小学时的老师。说起彭丽媛，老两口就打开了话匣子，不是赞不绝口，就是高兴的合不拢嘴。我和彭龙坤原来就很熟，记得是1974年下的一天，他找到我说，让我们家丽丽跟你学唱歌吧。我说行啊，就给学校说了说，让她初一开学时就来。高老师告诉记者，他们一直叫彭丽媛的小名丽丽。一入学，彭丽媛就进了学校的宣传队。高老师从识谱开始教彭丽媛乐理知识和发声基本功。高老师的爱人苑老师说，教了一辈子学，就没见过多少个像彭丽媛这样有志气又刻苦用功的孩子。丽丽是家里的老大，一直很懂事，又肯吃苦，所以进步非常快。为了演节目，宣传队也给队员们上一些舞蹈课，比如练劈叉、练下腰等，都需要下苦功夫。丽丽在宣传队是最用功的学生，整天不分白天晚上的练，我看着有时候都心痛。高老师接着老班的话茬说，1976年周恩来总理去世后，学校宣传队排练了一个节目，叫《我们永远怀念您》，准备由彭丽媛表演，但排练时间只有1天。高老师问彭丽媛有没有问题，她爽快地答应了。第二天，有人告诉她，彭丽媛练了整整1夜，演出非常成功，也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彭丽媛共在高老师手下学习了3年，2年初中，当时初中学制为2年和1年高中。1976年下半年，山东省歌舞团等有关方面组成的学大寨工作团来到郓城县，并在那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工作团里有几位是当时的歌唱家或音乐专家，高老师乘机向他们推荐了自己的得意门生彭丽媛。其实这几位专家也早就看上了已在郓城小有名气的彭丽媛。有山东民歌王子之称的杨松山是工作团的团长，他更是对彭丽媛欣赏有加，就向省歌舞团领导建议，我发现了一位很有发展潜力的小演员，叫彭丽媛，让他到我们团来工作吧。省歌舞团领导很为难，因为当时彭丽媛才14岁，这个年龄实在是太小了。歌舞团又没有声乐学员班，他不符合工作的条件。后来有人建议，那就让他去考省武器艺术学校，也叫山东艺术学校。1976年恢复招生，后来改为山东艺术学院中专部吧，一定能考上。高老师告诉记者，他推荐彭丽媛是有原因的。当时彭丽媛的父母有意让他到县曲艺团工作，这样可以早点参加工作。彭丽媛也考上了，如果去了很可能就是说情书或唱坠子。高老师觉得彭丽媛是个好苗子，这样太可惜，希望她能再往前走一步。1977年9月，我带着丽丽到济宁师专、省艺校考点去参加考试。高老师至今清晰地记得这件事，当时菏泽地区没有考点，邻近的济宁地区有个考点。但不巧的是，丽丽的弟弟得了疾病，正在住院。彭龙坤再次找到了我，请我替他带孩子去济宁考试。我们2个人搭乘县物资局的车，
跑了好几个小时才到了济宁师专。我记得还交了5角钱的报名费。考试过程中，丽丽先以一首《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征服了主考老师，第二天又以一曲《南泥湾》并伴有完美的舞蹈通过了复试。接下来还要考文化课。丽丽是个有心的孩子，她看吃住都是我花钱，就有点不忍心了，催着我回家，让她妈妈来陪她。关于报考，另外一个更有戏剧效果的版本是，14岁的彭丽媛想报考这个2年制的中专，父母很支持她，但是不巧弟弟得了脑膜炎，父亲还在群众监督中，家里没有人能带彭丽媛去赶考，爸爸就给了一位拉煤的卡车司机2条烟，让他将小丽媛送到济宁考点。运城到济宁直线距离才50多公里，但是当时路况车况极差，他在敞篷车厢蜷缩了一夜，才来到了济宁的艺术学校考点。彭丽媛后来回忆，当时最满意的是住的地方能保证每天都有3壶开水喝，妈妈说只要能喝到开水就能唱出好听的歌。考试的时候出现在考官面前的是土里土气的黄毛丫头，没有人把她放在眼里，甚至被考官要求等别人考完了再说。一天的考试即将结束，有的老师已经收起桌上的茶杯材料时打算收场了。这个土里土气的姑娘背对老师，面对墙壁放开了嗓门：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早已疲惫的老师们一下惊呆了，停，转过身来再唱。他们听了一曲，要他再唱一曲。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彭丽媛后来说，我连什么调都不懂，就是唱出最本色的声音。唱过了，老师又要他来一段舞蹈。考完了，山东艺术学校的马丽芬老师跑上来一下搂住他，好像发现了一块璞玉。最后一名是第1名，最土一名是素质最高的1名。不管怎样，考试非常顺利，但通知书却等了6个月。省艺术学校的通知没有寄来，希望和失望交织，妈妈都急疯了，爸爸则忐忑不安，是否自己的政治问题影响了女儿。事实上，正是父亲的政治问题成了拦路虎。菏泽地区教育局因为彭丽媛的父亲是所谓4类分子，而拒绝给彭丽媛开介绍信。而那个年代，这一个公章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幸亏山东艺术学校对人才非常认真负责，他们专门前来政审。尽管接待的官员都强调彭丽媛的父亲有政治问题，但招生的老师反复掂量，觉得政治风险并不大，还是决定录取了。彭丽媛成了山东艺术学校的1名正式学生。菏泽地区教育局拒开介绍信，又有许多人向学校反映他家有问题。这些信息后来都传到彭丽媛耳朵里，他为此恨透了菏泽。据说他曾发誓再也不回菏泽，不过最终他还是回来了，还向家乡捐钱捐物。命运发生根本改变的节点，进入山东艺术学院学习，彭丽媛真正走上了艺术之路，命运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当时这所学校虽算不上什么有名的高等学府，但在各省艺校中师资设备都比较强，这是后来他很顺利升格为艺术学院的原因。尤其重要的是，彭丽媛在这里遇到了一位鼎鼎有名的声乐教育家老师，她就是王英璇，是中国早期的女高音歌唱家，因演唱《苦菜花》《红日》等电影插曲和山东民歌《我的家乡沂蒙山》等歌曲而广为人知。自1978年起，彭丽媛拜在王教授门下，潜心学习了近3年。在这段时间里，彭丽媛不仅汲取了演唱的专业营养，也逐步走出了山东，走向了全国。在山东省艺校，彭丽媛第一次见到了钢琴。我们县里也只有1架钢琴，当时我想，我要是会弹钢琴，会五线谱该有多好呀。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优越感，但是那重想出人头地的心理却十分强烈。一位朋友无意中送给彭丽媛一个日记本，他在本子的扉页上写道：事业上的野心是至高无上的，是攀登艺术高峰的基础。在王教授指导下，彭丽媛主攻民族唱法。也正是从王教授这里，彭丽媛不仅知道了什么是民族唱法，并选择了坚定不移走声乐民族化的道路。根据彭丽媛的具体条件，
王教授专门为他制定了训练计划，要求他先练好中音区，再向两端扩展音域，使之达到2个8度。在民族唱法的训练上，王教授有自己的一套，即以山东民歌为主体，重点训练一些特殊唱法，如甩腔、拖腔、舌尖颤音、播音、滑音和顿音等。此外，王教授还在语言、感情、表演等方面对彭丽媛进行了严格的训练，使他各方面的素质得到了快速提高。王教授对彭丽媛倾注的心血远远超出了一般老师，他还像一个母亲对带孩子一样，经常给她梳妆打扮，帮她料理个人生活。有演出任务时，王教授怕彭丽媛在集体宿舍睡不好，就把她叫到自己家里去休息，演出后还给她做夜宵吃。1979年，王教授带住彭丽媛到山东淄博参加全省民歌汇演，彭丽媛以一曲《赶牛山》引起轰动，从此山东歌坛多了一个闪闪星星。1980年，王教授带住彭丽媛到北京参加全国民族民间唱法、民族唱法的一种汇演。彭丽媛演唱的《青蓝蓝的河》《微山湖荡起采莲船》和《包棱调》等民歌轰动了京城。一些报刊评价说，彭丽媛的歌声清脆甜美，吐字清晰，韵腔自如，用山东民歌特有的唱法，加上恰到好处的身段，眼神真是清溜巧俏，如珠落玉盘。有的人称她为牡丹之乡和择来的牡丹仙子，有的人则将她比喻为带住泥土芳香的山谷幽兰。这一年，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来山东艺术学院招演员，作为应届毕业生，18岁的彭丽媛被一眼看中。从小向往军营的她，终于实现了穿军装的梦想。多年后，彭丽媛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回忆自己刚参军时的心情时说，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精神解脱。自己母亲的家庭出身、海外关系等在当年重视成分的年代里，常常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80年代初，中国面貌焕然一新，改革开放的号角吹起，政治大环境宽松起来，自己能够参军，无疑是政治上被信任，那是让人感到非常舒心的事。在这次采访中，他坦言自己的文职少将军衔是文艺兵中相当高的级别，也为自己一当兵就是穿4个口袋军装的干部身份而感到自豪。需要指出的是，这几年来，解放军唱歌将军遭到各界诟病。据悉，女歌星韩红被空政文工团特招入伍，当天就出任文工团副团长，享受副军级待遇，还是中央军委批准的呢。苹果日报萧红的文章指出，目前现役文艺兵中官拜将军者已多达30多人，已引起众多军人牢骚满腹。他们认为不必摸爬滚打，无需枪林弹雨，唱歌跳舞就能当上将军，是对出生入死将军们的贬低。近年来，军中对唱歌将军不满情绪高涨，有将领建议军委将文体人员和作战部队严格区分开来。文章还称，习近平出任军委主席后将整顿这不正之风。说回彭丽媛，到了部队，她有了更多施展才华的机会。1980年8月，彭丽媛被部队推荐，随代表团赴欧洲6国访问演出，屡屡得到贵人的垂青和援手。如果说从郓城县来到艺术学校是彭丽媛艺术生涯起步的第一步，那么第二步更关键的一步，她又遇到了一个贵人，一切都发轫于在电梯里与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李林的2句对话。李林被称为新中国音乐奠基人，新音乐事业最后一棵不老松，是中国著名的音乐教育家、音乐评论家、音乐活动家。1938年，李林赴延安，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最初在美术系，后转到音乐系。1949年后，他参与创建中央音乐学院，后来又创建中央乐团，并担任首任团长。文革后复出，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一直执着地致力于继承和发扬中国民族音乐传统的事业。文革前，周恩来对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学院这2家有个分工，前者以学习西洋为主，后者以挖掘和发扬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为主。
文革中两院合并为中央武器艺术大学音乐学院。1980年，中国音乐学院恢复，李林出任院长。由于他资格很老，也由于他与邓小平等中共高层政要及其子女早就建立密切的关系，常常走上层路线来排除阻力，推动中国音乐事业和音乐教育事业。知情人称，邓小平的小女儿邓荣年轻时学小提琴，就是由时任中央乐团团长李林手把手来教。虽然后来邓荣并没有学出个名堂，但是李林与邓荣的师生关系却就此建立。在恢复中国音乐学院时，就是通过邓荣请邓小平做了批示。1980年，在广州举办的羊城音乐花卉上，彭丽媛作为一名山东的歌手，引起了李林的注意。李林觉得每次民族民间汇演都出现过优秀的青年人才，但是这些人像韭菜一样，出一茬割一茬，因为他们大都音乐知识不多，功力不深，很快就被更年轻的新歌手代替了。李林觉得，如果彭丽媛这样唱下去，唱不了多久就会在当地消失了。在下榻的越秀宾馆电梯里，他碰到彭丽媛，就问：“小彭，你今年多大了？”“18岁。我听过你的演唱，条件很好，但从事声乐艺术不能光凭条件，还要加强各方面的修养，好好学习，否则艺术生命也是有限的。”一句话说到了彭丽媛的心坎上。可是到哪儿去学啊？老人微微一笑：“有地方就到我那儿去吧。可我还不知道您是谁呢。”这时，著名歌唱家郭颂走过来了，呵呵笑道：“你不知道他是谁啊？他是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李林同志。”回到前卫歌舞团不久，彭丽媛便收到了中国音乐学院寄来的进修通知书。他喜出望外，将通知书交给团里，听后决定。团里非常痛快，这样的学习机会难得，我们支持你。但也有说法称，中国音乐学院给彭丽媛寄去进修通知书，但前卫文工团不放。爱才如渴的李林3次到山东，千方百计把彭丽媛调了出来，让她进入中国音乐学院深造。不过彭丽媛的文化基础实在太差，只好从大专读起。这件事彭丽媛当时还给高成本写信提过，征得高老师同意，其中一封信的部分内容被媒体公开，从中可见彭丽媛当时的求学情况和那浓浓的师生之情。高老师您好，好久没有给您写信了，您的身体还好吧？这次暑假因为去内蒙古演出，没有回家，故没能回咱校看您。上次给您去信说我想读本科，学院很同意我的请求，后来准备录取为本科生，但未能解决，我只好上中国音乐学院进修班，准备先学着，如有机会再慢慢的努力。现在又进入了紧张的学习和演出时期，很少有时间出去玩。我感觉现在我的演唱方法比以前确实有些改进了，有时唱1个多小时都不觉得疲劳。看来演唱的方法是何等的重要。我的学习专业方面还算很顺利，就是上本课还未能如我愿，一定要争取。由于学习很紧张，很少抽出时间写信。您不会生气吧？这些情况也许您能从我们家里了解到。您现在教学工作紧张吗？学校里还好吧？虽然只有半年多没有回家，但我很想念咱们运城、咱们学校和哺育我成长的老师们。现在各方面的条件比以前好多了，但我经常以它来鞭策我现在的学习。您从信中能看到我的思想有变化吗？如有，您尽管批评，我很愿意接受。春节也许能回家住2天，也可能要去演出的。如回家再去看您。问朱校长好。执笔，随信寄去1张我来北京照的相片。祝您好，丽丽。1981年7月10日。1982年，彭丽媛被中央电视台已故导演李小兰选为第1届春节联欢晚会演员。面对着郭兰英、蒋大为这样的大腕，彭丽媛想，有一天我也会像他们一样。彭丽媛在社会上出名，就是参加首届春节联欢晚会的演出。她演唱了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和《我爱你塞北的雪》，而赢得大半个中国的观众。一个趣事是，
他在上春晚之后，春晚首席化妆师徐晶就一直用手中的化妆笔精确掌控她的妆容。起初，徐晶的名气比她大，撒切尔夫人、老布什访华时都是徐晶化的妆。但她成名之初，标志性的浓眉、大眼、大嘴，徐晶看得满意。她家里的2个男人总免不了一边看着春晚，一边说嘴画得太大。这2个男人是她的父亲，还有丈夫。每到此时，她都接话反驳：“你们懂什么呀？不懂。”时间一长，倒是开始认真考虑家里2个男人的非专业意见。她不敢对徐晶说，因为在她眼里，徐晶是大腕。一直到1990年代，她才代为表达了这个家庭意见。徐晶嗔怪她怎么不早说。行，为了让你们家那2男人心里舒服，给你画小一点。她尊敬自己的化妆师，舞台下看不清的他人心计，也让2个女人不得不交流更多的悄悄话。她会偷偷告诉徐晶，今年的春晚想穿什么样的衣服，好让徐晶按这身行头准备合适的装扮。必须悄悄说。之前彩排，穿好演出礼服，走完一遍场，隔天再彩排，就被其他演员山寨了去。她不好公开表示不满，又不想让这个亏吃的太结实，索性彩排时穿一套春晚那天绝不穿的备用服装。后来她成了比徐晶大得多的腕儿。但有人轻慢徐晶，她的虎妞劲儿上来了。一场在广州举办的个人音乐会前，她哭平了脸，将音乐会的广告撕得粉碎。伤心的出发点是广告没有打上化妆师徐晶的名字。徐晶觉得不重要，彭丽媛不这么认为，要重新印，不然没法开演。她爱美，并与那些呵护她完美舞台形象的朋友保持着亲密的个人交情，无论职位。徐晶说，当年央视有位资深灯光师，每次录他的节目时，总能收到他送来的礼物。这位灯光师也为他设计出了独特的灯光布置。一次在四合院拍摄，他出场时头发一直逆光，就像仙女一样漂亮。1984年，李玲又施一计，索性请总政歌舞团向前卫文工团要求将彭丽媛调入。前卫文工团胳膊拗不过大腿，只好放彭丽媛将关系正式调到了北京。当时彭丽媛选取的曲目多数以色彩取胜，韵界深沉的少。李玲就提醒她多练习一些像《窦娥冤》中的《倚门望》，《鸿鹄赤卫队》中的“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看天下劳苦人民得解放”和《伤逝》中的“不幸的人生”之类歌曲，以加强对表现复杂、曲折、起伏较大、情感深沉曲目的锻炼。由于李玲本人并不是从事声乐的，对于彭丽媛的培养感到自己并不是非常有把握，他就把曾经在中央乐团工作并成功的辅导过李谷一的金铁霖调到中国音乐学院，让他负责辅导彭丽媛。此时金铁霖刚刚从中央乐团调来任教，彭丽媛继续跟他学民族声乐。一次，金铁霖对彭丽媛说，听了你的演唱，我感到你距离我所教的民族唱法很接近，我打算首先保留住你的演唱风格，然后再经过科学的训练，使你的演唱风格进一步得到发展和完善。他针对彭丽媛的嗓音特点，较系统地对她进行了全方位的训练。除山东民歌，还让他广泛地接触各个民族的歌曲，西洋歌曲、歌剧咏叹调、京剧唱腔等等，汲取多种营养。就这样，在金铁霖的细心雕琢和精心指导下，彭丽媛又有了快速进步。然而彭丽媛还是不满足，她感到进修2年的时间太短了，若要向艺术之巅攀登，还必须再学习。于是她又有了考本科的想法。虽几经周折，终在1983年如愿以偿。一次，有记者问金铁霖，您培养了这么多的明星，最得意的学生是谁？金说，我想是彭丽媛吧，她特别勤奋用功，她中午从来不睡午觉，把所有的时间都充分利用起来琢磨自己的演唱技巧。而彭丽媛对金铁霖也是非常尊敬。2013年两会上，政协代表金铁霖谈及爱徒彭丽媛时说，她非常聪明，春节还刚给自己发来贺卡。金铁霖独创金式唱法，
培养出了包括李谷一、彭丽媛、阎维文、宋祖英、戴玉强在内的众多著名歌唱家。我要求学生高调唱歌，低调做人，就是要谦虚谨慎，跟大家和气相处。在全国政协文艺界委员驻地，中国著名歌唱家、声乐教育家金铁霖委员接受了中新社记者的专访，谈及自己对弟子的要求，如是强调。是次两会期间，金铁霖带来的提案是关注文艺教育。他指出，中国现在的文艺发展不够好，大家对中华文化继承不够，吸收不够，总结不够，宣传不够，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现在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现今文化市场上，有些人成名后用订单式的模式复制作品，而不去深入基层创作，这样是绝对不行的。创作应该和生活相结合，深入基层，深入农村，这些苦功夫必须得做，而且要争取做得好一些。谈及自己的教育方法，金铁霖告诉记者，教学生的过程是教学相长的过程，对自己也是一种鼓励和进步。他说，教学的过程也是个互相学习的过程，教学有反馈，对老师而言，反馈的过程又是学习的过程。在他自己的整个教学理念中，一是要向老前辈学习，继承前人经验；二是向外国人学习，将国外先进的东西吸收过来；三是向古人学习，把中国古代优秀的思想方法总结起来；四是向同行学习，总结不同经验，在相互学习中提高；五就是向学生学习，学生有提高，他们的反馈对自己也是提高，令我的教学方法更加丰富多彩。谈及自己的弟子，现任中国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彭丽媛，金铁霖评价称，他非常聪明，学习进步很快。正在参加全国政协12届一次会议的金铁霖遇到中国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刘大为，他告诉我，彭丽媛工作非常认真，讲话也很有水平，我听了非常高兴。回忆起教学的细节，他特别提到彭丽媛的刻苦，一般歌唱演员中午都得休息，但彭丽媛中午为了做功课都不睡午觉。他给我的印象是对自己要求很严格，说话很严谨，工作很认真。在我教课的过程中，主要就是老师教学生学，也会有学生顶牛的时候，但是彭丽媛从来没有。你教他会很高兴，有进步更高兴。现在工作忙碌，金铁霖称平时时候很少与学生联系，但是学生春节都会特别问候，我身体不好的时候也都会来探望。金铁霖说，春节时彭丽媛还给自己专门发来了贺卡，主要内容是注意身体健康，事业大成等。说到另一个得意门生宋祖英，金铁霖老师引用了自己在他的博士毕业音乐会时候的评语。我讲过几句话，宋祖英同学歌唱得很好，做人又很低调，学习很谦虚，完成作业很好，他德艺双馨方面做得很突出，被指明要求去老山前线唱歌。1984年被正式调入总正歌舞团的彭丽媛，虽然还在读著本科，但随着知名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各种邀请也像雪片一样不断飞来。当时很多明星已经有了经济意识，面对这种新的潮流，彭丽媛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她曾在日记上写道，我的理想不是唱纪念歌，也许我志大才疏，但我想中国民族声乐还缺乏系统的艺术理论总结，我们还停留在传授上，不像意大利美声唱法有完整的系统的理论。我们的前辈唱了几十年好歌，就是说不出为什么。这样下去，我们的民族声乐怎么能发展呢？工业在起飞，农业在起飞，艺术上也要起飞。我们应该把民族声乐艺术拿到国际艺术论坛上去，而这个重任已经义不容辞地落在我们年轻一代身上了，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有这样的理想和思想基础，彭丽媛后来的行为就不难理解了。她尽可能的兼顾工作，主要是演出和学习两不误，经常是下午上完几节课，来不及到饭堂吃饭，就吃带方便面匆赶到剧场去。她还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一丝不苟，每演出一次总结一次，找出不足之处，下次演出改正。到了总正歌舞团后，彭丽媛与政治也越来越近。
1983年金正日访华期间，中方为朝鲜客人准备了一台晚会，作为重头节目，他在晚会上用朝语唱起了《卖花姑娘》。这支歌是金正日最喜欢的曲目之一。台下金正日端坐聆听，金正日的左手边，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一同观看，他是习近平的父亲。1984年国庆前后，3000日本青年访华，首都体育馆挤满了参加中日青年大联欢的人们。日本歌唱演员秦阳子与他共同登台演唱一曲日本民歌《四季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观看了演出，他喜欢这首歌，专门派人送给随同秦阳子访华的女儿一件中式棉袄。秦阳子记得送来礼物的是当时的全国青联主席胡锦涛。演出时胡锦涛同样在台下，习仲勋也在。1985年五一前夕，未满23岁的他将演出场地扩展到了中南海怀仁堂，350多名演员在这里为中顾委举办了一场音乐会。1986年，意大利歌唱家帕瓦罗蒂访华，胡耀邦在中南海宴请帕瓦罗蒂，也邀请他以及另一位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年轻歌剧演员共进午餐。整个1980年代，他至少参加了4次对台广播，主要的广播受重设定位一水之隔的金门同胞和国民党官兵，多是举办完一场联欢会的现场演出之后，由大陆电台向台湾转播。有时演唱曲目是台湾听众事先写信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点播，但到1990年完成硕士答辩之前，他依然要遵守学校纪律，享受校园才能带来的各种乐趣与烦心事。舞台幕布将演员与观众明晰地隔开，他常常被舞台下的领导人赞扬。过后，普通学生的生活还要继续。早上从10几个人挤在一起，被称为寝室的平房起床，然后在防震棚里上一上午的课，在琢磨如何准备英国前首相希斯欢迎节目的同时，还必须跟其乐系的同学李树平打上一架，才能抢到琴房练琴。受邀到中南海吃饭，但自己在学校的伙食标准是5分钱一读，为了贴补家用，每月发的52块工资要匀出40块寄回山东，剩下12块过1个月。老家有老师来北京出差，顺道看他，他也是拿个大茶缸子在食堂打饭，一人分一半，坐在寝室边吃边聊。准备拍摄影片《中国革命之歌》的时候，不能忘记把作业带到后台，抽空写上几笔。应该说，1985年是彭丽媛最忙碌的一年。他先随总政歌舞团到胜利油田等地巡演，又赴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进行慰问演出。他自己后来回忆说，军旅生活中有意义的事数不胜数，刻在记忆中总不磨灭的是1985年去老山前线。那时他刚从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调到总政歌舞团，刚一来让我去前线慰问演出，也瞧我弟弟彭磊也在那儿打仗。那时我正在音乐学院上学，开始时说不让我去。总政余秋里主任听到前边反馈过来的信息，总政歌舞团名演员为什么不来？我们需要彭丽媛这样的人。一道命令下来，我跟学校请了假，就去了20多天。他后来曾回忆过这次前线之行。飞机到了昆明以后，住了1晚上，第2天开车走，2天1夜，一个战士开212吉普送我，速度特别快，中途全是盘山路，我没完没了的睡。他告诉我，你别睡了，万一翻车，你会有危险的。我说，会翻车吗？他说，我们经常走这路，走住前面来了车，急刹车，嘣一家伙，车就翻了一个个儿。那个战士还不错，但我记得也有几次危险动作，那就是开住一急刹车，车子一下就转过来了。这个印象很深。现在想起来，人的命还是很重要的。那时我就那魔不怕死，走2天1夜就和一个战士。到了那儿以后，是1985年中秋节，我们团长傅庚辰带住我和严维文、柳培德去老山主峰。凌晨4点出发，带上钢盔，路特别难走，打仗期间不能休，天天阴雨都是坑，也是吉普车拉我们去，一路上走得昏昏沉沉，到中午11点才到老山主峰。
很多战士高兴得不得了，又差不多都是山东兵。哎呀，彭丽媛来了，老乡来了！匆匆吃了点饭就唱，一直唱到离前沿阵地只有4米远的猫耳洞里。我们给守卫在猫耳洞里的战士发北京香烟、北京的糖，再给他们唱歌。战士们都哭了，我自己心里也特别难受。笔者，你哭了吗？我这人特别坚强，不像一般的女孩子，从不轻易掉泪的，但心里面非常难受。我从未经历过战争，只在地道战、地雷战里听到过枪声，到老山主峰就听见那大炮咚咚，那机枪哒哒哒。说实在的，心里也挺害怕，就想我这么年轻，还没有男朋友，万一一个冷弹打过来把我打死，一生也就这么短暂的没了。这些也真想到过，不过我更多的想到，这也是命运，该死的不想死也得死，不该死的想死也死不了。从猫耳洞出来，陪同的人告诉我们不能往两边走，都是地雷，碰上一个就完蛋了，所以还得特别小心的走羊肠小道。走时战士们全都拉住衣服不让走。其实这有很多种可能，一个个都是男兵，哪有一个女兵，一点女人味都没有。我一个女兵上去，那些战士也许把我当成他们母亲的形象，也许当成姐姐、妹妹、妻子，他们是多想家乡的亲人啊，我特别理解。那些战士们脱下衣服来让我签字，胳膊上、背上、帽子上全都给他们签上，一一满足要求。因为战争很残酷无情，很多人可能今天活在这儿让你签字，明天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了，他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所以我尽量满足他们，给他们唱歌、签字、拍照，反正特别累。后来到麻宿坡烈士陵园，密麻麻一片，999座，在一个山坡上，你再仔细看，1967、1968年出生的孩子呀，多可怜啊！看到背下老家的人来的时候摆的那烟、那酒、几束鲜花、几块点心，哎呦，那心里边太难过了，我真哭了。因为我们好多人在那儿向烈士宣誓，宣誓完以后，每人点住一颗烟，每人拿瓶酒洒在那儿为死去的战友们。哎呦，我真是忍受不住了，现在一想起来我就觉得心里特别难受。我弟弟他们一块参军的9个战友，牺牲了6个，他是运气好。在他出发之前，很多人都跟我说，包括我的父母，动用你的关系可以把他留下来。他们一块参军的有2个留下来了，一个是公安局局长的儿子，还有一个是什么书记的外甥。我父母哭哭啼啼也让我去说，我说不可能，正因为他是彭丽媛的弟弟，因为我太有名了，人家其他战士都不是爹妈的儿女，他们都是有爹妈兄弟姐妹的人，人家可以去打仗，我的弟弟就留下来，那我一辈子都翻身不了，不可能的，就得上前线。我们家就这么一个男孩，我还有一个妹妹，都比他大好几岁，我比他大6岁。我父亲那时还很年轻，我弟弟当兵打这2年多仗，他头发全部白了，每天都担心。这是我当兵以来最难忘的一段经历，它丰富了我的人生。这些事情现在还历历在目，就跟昨天的事儿一样。